大家好，我係中環十一少。英國政府一招咧想打擊鹹網，點知原來係幫 OnlyFans 清洗市場，送咗個皇位俾佢坐。最近好多人睇到英國嘅新聞都好興奮，話政府終於做嘢，出咗條 Online Safety Act，搞到 Pornhub 呢類免費鹹網喺英國嘅流量即刻腰斬。根據金融時報報導，短短2個禮拜就雪崩式下跌47%。每日唔見咗百幾萬用戶，其他網站例如 Xvideos 同 Xhamster 同樣錄得近4-5成嘅跌幅。表面上睇咧，政策係幾成功，好多道德 L 都拍手叫好，以為世界終於乾淨翻啲蛋白質可以留翻嚟做其他嘢。但你有冇停低諗一諗？一個最基本嘅問題，慾望係可以被政策消滅嘅咩？鹹濕係人類最原始嘅需求，有需求就一定有供應。打擊咗表面嘅龍頭，錢同流量去咗邊？邊個會成為最大嘅得益者？呢啲先係識玩嘅人會問嘅問題。個答案好簡單，市場嘅慾望唔會消失，只會轉移。其中一個最大嘅得益者就係 OnlyFans。點解？因為英國政府用 Online Safety Act 咧，把刀無意中幫 OnlyFans 完成咗一場最完美嘅市場清洗。你諗下 Pornhub 本生意嘅死穴係咩？就係免費加廣告呢個模式。佢嘅用戶本身就係一班唔想俾錢、唔想留低任何痕跡嘅遊魂野鬼。你要呢班人上傳身份證、用信用卡去做年齡認證，佢哋第一時間就走啦。結果呢，政策一出呢，即刻掃走晒呢班最無價值啦、最卡麻煩啦、最唔願意俾錢嘅用戶啦。而呢班被趕走嘅人呢，從來都唔係 OnlyFans 嘅目標客戶啊。OnlyFans 由第一日開始呢，就唔係做遊魂毒 L 生意啦，佢嘅核心係建立創作者同粉絲之間直接嘅金錢關係啦。用戶上嚟就預咗要俾錢。提供信用卡資料係基本操作，佢哋嘅護城河一早已經掘好，就係學足銀行咁搞 KYC， 將身份認證正規化。所以你睇到個結果未？英國政府咧一刀反而將一班肯俾錢唔怕認證嘅高價值客戶咧，由 Pornhub 嗰度趕晒過去 OnlyFans 嘅門口。講到 OnlyFans， 大家可能會以為佢只係疫情下嘅一時好運，但係如果你睇翻佢個發展故事，你會發現呢盤生意嘅成功係有晒部署㗎。OnlyFans 嘅母公司 Phoenix International Limited 係2016年成立，最初創辦人係一個叫 Tim Stokely 嘅英國人，佢爸爸仲係個做成人網站嘅老前輩，所以 OnlyFans 嘅血統可以話係純正到不得了。最初佢哋都想學人做個正常嘅平台，吸引下音樂家同網紅，仲話唔准有露骨嘢。但到咗2017年，佢哋就解禁咗色情內容，成個平台就變晒樣。最關鍵嘅轉捩點係2018年，一個烏克蘭裔嘅美國人叫 Leonid Radvinsky。佢收購咗 Phoenix International 75% 嘅股權，搖身一變成為 OnlyFans 嘅大股東。呢位 Leonid Radvinsky 可以話係個老司機，佢經營成人網站超過20年，早喺1999年就開始搞擦邊球生意，所以佢對呢行嘅運作簡直係熟過你屋企。佢一接手 OnlyFans 就全速推向 NSFW， 不適合喺工作場所觀看內容，再食正疫情個風口，業務簡直係瘋狂增長。講到呢度，就要睇下佢嘅財務表現有幾屈機啦。由販養電子雞做到上市公司，以前話係天方夜譚，今日 OnlyFans 話你知，唔單止做到，仲可以做到盤生意嘅純利率高過 Microsoft 同 Google。佢點做到㗎？簡單嚟講，佢食正條水，解決咗最核心嘅問題。點樣光明正大咁收錢？解決到收錢問題，成個商業模式就完全唔同玩法。最屈機嘅係 OnlyFans 唔使經 Apple Store 同 Google Play Store。唔使俾陀地費，將成本壓到最低，佢抽佣只係20%，遠遠低過 Uber 同 Airbnb。呢個就係佢留住班 creator 嘅殺手鐧。翻查財報，2023年佢就向班電子雞發放咗53億美金軍饷。你話班電子雞點會唔幫你賣命？呢幾項綜合效應，加上疫情宅家嘅推動，令到 OnlyFans 喺過去4年，2019年至到2023年，業務瘋狂增長。集團嘅無銷售額、營業額、股東應佔盈利嘅複式增長率分別達到114%、118%同埋198%。單係2023年呢，利潤就達到4.86億美金，仲將97%嘅盈利，即係4.72億美金派晒做股息。話俾你知呢盤生意有幾咁強大，簡直係一隻超級現金流。不過講到咁好賺，點解最近會傳出老闆想賣盤嘅消息？識睇嘅，一定係睇到呢個價背後嘅 hidden agenda， 因為買家要面對嘅威脅係幾個足以致命嘅追兵。第一個就係監管啊，成個西方世界都開始收網啦。英國今次只係一個開始咧，歐盟啊、澳洲全部排住隊咧等住立法，瑞典直頭咧要將買家刑事化，呢啲就係政治風險。一旦美國聯邦政府出手，成盤生意可以即時收皮。第二個追兵咧係科技革命，
即係 AI。韓當 AI 整嘅假相假片越嚟越真，而且成本近乎零嘅時候，用戶點解仲要俾錢睇真人？呢個係對 OnlyFans 商業模式嘅根本性威脅。最後呢，就係新興對手。呢個世界你起到個收費站呢，其他人一樣可以喺隔離起多個好似 Fancly 呢類新平台已經出現呢，競爭只會越嚟越大。所以話嗰班仲追緊 Pornhub 流量大跌好興奮嘅道德 L， 根本唔明白世界運作嘅真正本質。一個舊時代嘅野蠻人倒下，只會成就一個着住西裝、更識玩法律遊戲嘅新國王誕生。如果我係 OnlyFans 老闆，面對住呢三大追兵，我都會選擇見好就收，喺價值最高嘅時候賣盤離場。呢個世界從來都係劣幣驅逐良幣，信唔信由你，反正我信咗。如果對我哋分析有興趣，記得訂閱我哋嘅中環受一笑，仲要撳埋個鐘仔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嘅最新內容。下次再見。